2020年12月份，我们制作了一期标题为 Ideas 的命题作文，用4张图还原并解密乐高最新赠品40448老爷车的节目。这期风格独特的节目中，我们在40448上市之前抢先对这套产品进行了分析。而从2020年11月起，包括整个12月份，我们似乎都沉浸在制作这类非实物节目的欣喜中。作为一个非开箱类的节目 UP， 我们很少抢先发售一些新品，对外声称我们更加关注经典产品，其实本质就是无论从供货渠道还是制作效率，我们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新品话题产品可以获得更高播放量和关注度这件事儿人人皆知，所以当我们发现可以利用一些公开物料以及原创动画实现一些新品节目的提前发布，谁又能拒绝呢？虽然我本人并不太喜欢云评测这个词，但我们还是将云评测作为了节目的卖点之一。机械创始创新系列42082那期中，我们通过 3D 动画来展示了几乎无法在产品未完成状态下看到的机械结构以及动力传动路径。2天后，趁热打铁的首期云评测节目42113就诞生了。因为它那做了火箭一样的价格，我们是万万不可能购买的。为了加快节目的制作速度，我们甚至没有去真正的渲染 3D 动画，而是直接使用了录屏的方式。而节目的最终效果，播放量也不负众望，抢做新品就是香。到了2020年11月 YouTube 上一个乐高云评测视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位 UP 对着一段乐高官方的宣传片以及官方图片，就完成了一套尚未到手的新品的评测。我们当时认为以我们的技术手段可以做得比这个效果更好，于是从那开始，我们随着一系列创意高手新品的云评测越玩越嗨，产品复杂度越来越高，节目时长越来越长，渲染图片越来越多。先不考虑外部的争议，我们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关于云评测的思考。然而这些思考也不足以支撑本期节目的诞生，直到我在几天前拆开了一套购入很久的40448。虽然我们的40448云评测诞生于1年之前，但除了之后应一位热心网友的要求，以为我们提供了40448云评测节目制作创意为由赠送了一套之外，直到2021年底我们才购入了2套40448。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字，贵。去年的一段时期内，40448的价格高得离谱，我们当时花费了250元购买了一套用作赠品的40448。其实我们本该购买一套实物版40448来和云评测的版本进行对比的，但不合理的价格让我们打消了这个念头，直到突然发现它的价格已经回落到了90元。40448官方版本的图片刚一放出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些争议，它与作者原版老爷车那种 bling bling 的复古风格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知道乐高将一套 Ideas 产品落地过程中会对原作进行改动，这与很多因素有关，像是产品的零件规模、结构稳定性、拼装难度、零件材质以及原作的选用、贴纸和印刷件的选择等等。40448从原作到实际产品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退步，至少将两者的渲染图放在一起，孰优孰劣一看便知。以前我们在云评测中分析的零件妙用都被更普通的用法所取代，更不要说原作那漂亮的镀铬零件了。我们很清楚乐高从10几年前就已经放弃了镀铬零件的使用，近些年都会采用浅灰或者金属银色来代替。由于镀铬层存在一定厚度，并不是简单的更换颜色，这会影响到模具的选择。但至少作为一款几十年前的老爷车，那些最具时代特点的元素的丢失是很遗憾的。如果说静态外观上原作与官方产品的差异，我们可以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来解释，那产品的固有缺陷就是乐高在将原作 idea 产品化过程中不应该犯的错误。零件咬合力是乐高与其他同类产品截止目前还存在着的一条鸿沟。40448车身两侧的冲浪板是我认为原作最传神的零件妙用之一，很庆幸这个传神的亮点在正式的产品中得以保留。但由于冲浪板与车身侧面的凸起扣实际只有一个咬合点，其他的只是松散的搭在前后挡泥板上，这让两侧的冲浪板零件一碰就掉。也许有人会说，这可以为40448提供的2位人仔提供海边冲浪的配件，但从零件掉落后的车身形态上看，这应该不是设计者的有意为之。然而还是有2个继承自原作的优点，一个是2位人仔，其中女性人仔是双面的，另一个就是车身让人仔落座的错位半格的座椅设计，这也让一个6格小车可以很轻松地并排放入2位人仔。
这也是40448原作作为一款非常优秀的设计，可以从众多参赛产品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乐高对原作的改动几乎都是在原作的基础上做着减法，虽然它依然符合那个建造一辆在乐高街景街道中行驶的老式汽车的原始诉求，但它也仅仅是一个可以匹配100元价格的乐高赠品而已。积木属于玩具，玩具的本质还是在玩，上手操作依然是乐高这类玩具产品非常重要的一环。积木云评测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满足对于产品外观的描述，前提还得是客观的。我们根据40448原作的4张图片进行了大量的猜测，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不客观了。结构的稳定性更是云评测根本无法预测的，但这又是积木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特性。我们永远无法仅根据云评测理性客观地评价一款积木产品。所以当你喜欢一款积木，应该选择合适的实物评测来辅助你的购买选择。云评测只是一种实物节目到来之前的额外之选，这也是我们在每一期云评测节目中都要煞费苦心选定一个话题的原因，以规避非实物带来的客观分析的缺失，并将话题引入我们根据当时的物料所能触达到的尽可能客观的观点。一款积木模型，当它被展现在计算机的拼搭软件中时，当它被渲染成一张张图片效果时，它仍然只是一个数字模型，它最核心的本质属性无法得到应有的释放和体现。只有当它经由我们的双手变为实物出现到我们眼前时，它的意义才得以真正的表达。借用40448原作者阿恩·杨克在40448说明书中说过的一段话：现在拼搭乐高积木，我大多不使用拼搭说明。对我而言，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发挥创意，还可以为我的日常生活和家人团聚带来一些乐趣和憧憬。尚还沉浸在这个模型的积极反馈和喜悦中时，我便迫不及待地希望在乐高品牌商店中看到它。我建议拼搭爱好者们试试自由拼搭和粉丝比赛。其实最出色的拼搭不在于你的拼搭技能和所拼搭的模型的复杂程度，而在于你是否追随自己的激情，乐在其中。模型可以展现你的个性，成为你的一部分。说了这么多，作为一期反思云评测的节目，我们仍然动用了超过6000张渲染的图片，技术只是辅助手段。所以对于积木，对于乐高来说，它的本质以及本质就是玩。至少在当前各种 XR 技术成熟之前，实物都是数字模型不可取代的。这其中也包含它带来的可以传承的、任何计算机技术都无法取代的那份简单的快乐。